要说在俄乌战争中哪款武器表现最为亮眼，那么必然要数 M142海马斯了。期间不是炸了俄军指挥部，就是精准打击了俄军前线阵地，简直就是神挡杀神般的存在。这也让大兵想起了俄罗斯的一款武器，即 BM30龙卷风火箭炮。那么作为两款同一时期诞生的多管火箭系统，它们的性能到底孰优孰劣？下面大兵从各个方面来详细分析一下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既然是多管火箭系统，那么火力必然是重中之重。在这方面呢 ，M142 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，主要是由 M270 的一组6连装定向器、M1083系列的5吨级中型战术车辆底盘，以及火控系统和自动装填装置组成。装有一个6连装火箭发射箱的 M142 全重仅为 10.9 吨，与携带有12枚火箭弹的 M270 相比，重量减轻了近一半。在同样运输一个连的情况下，前者只需要后者不到 30% 的运力。再加上与 M270 只能由 C17 运输不一样， M142 还可以由 C130 运输机空运，并且能在运输机着陆后的15分钟内即可做好作战准备，极限射速可以达到8秒每发。此外呢，海马斯最大的亮点就是使用了箱式换药方法，而之所以这样设计，是因为美军为了让 M270 强于多管普通火箭炮，在弹药方面呢，并没有采用苏联的单发装填方式，而是采用了整箱更换的方式，这样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装填弹药的时间。一次更换只需要5分钟左右，极大的保证了火力的持续性。另外，美军为了强化 M142 的杀伤威力，在弹药的研发上也下了很大功夫，开发有多款制导和非制导火箭弹，例如 M26 战术火箭。该火箭属于一款自旋稳定非制导火箭弹，极限射程约32公里。为了让其能够发挥出最大威力，美军还在火箭弹内部装填了644枚 M77 子弹药，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集束炸弹，杀伤范围能轻松地覆盖直径200米的区域。如若说 M270 火箭炮使用的话，一轮齐射就能够打击1平方公里内的区域，可以倾泻7000多颗 M77 子弹药，比之俄军的卡秋莎火箭炮要强多了。因此该武器呢又被士兵们戏称为平方公里清除系统。当然，除了这种弹药之外呢，美军最喜欢的精准打击弹药也必不可少，也就是 M30 双用途制导火箭弹。它属于一款带有制导系统的火箭弹，弹头有着2种配置，分别是90公斤的高爆弹头以及内置404枚的 M85 子弹药。其制导是采用了 GPS、INS 导航，以此实现精准的点面式打击能力，有着远超60公里的有效打击范围。而且除了此款弹药之外呢，美军还开发出了一个相对人道的版本，那就是 M30A1 火箭弹。它将内部的 M85 子弹药换成了钨制破片，能大幅减少在打击目标区域内未爆炸的子弹药。至于 M142 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导弹，那么必然是 MGM-140 陆军战术导弹。该导弹的极限射程为300公里，同样采用了 GPS 制导。目前最新型的 MGM-168 战术导弹内置有230公斤炸药，采用一体式的高爆炸药战斗部作为杀伤手段。另外，在很早之前呢，为了取代现役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，美军还提出了远程精准火力计划，最终由洛马的精准打击导弹获得胜利。在作用方面， PRSM 是一种专门用来地对地、地对海以及全天候的精准打击导弹，能够由 M270 和 M142 海马斯平台发射，而且因为 PRSM 的直径要比陆军战术导弹小很多，所以一部海马斯发射车能够携带2枚 PRSM，能够打击至少5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，其弹头的威力与陆军战术导弹大致相同，不仅拥有出色的命中精度，还有着打击陆地和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。那么说完海马斯，我们再来看看 BM30。该火箭炮服役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发射车的核心自然是车身中后部的12管发射器。BM30 使用的是300毫米口径的火箭弹，总共有12个发射管，呈凹字形布置。发射准备时间大约为3分钟，可以在38秒内发射完12发，覆盖67.2平方米的区域。6辆发射车的齐射威力相当于此前俄军2个旅 9K57 飓风火箭炮的效果，但是再装填的时间也比较长，达到了20分钟。
弹药方面呢，在装备之初 ，BM30仅有一种装备爆炸装药的 9M35F 高爆弹头的 9M55A 火箭弹。该弹主要是用于攻击轻装甲车辆、防御工事或者人员。射程虽远，但是杀伤威力和打击灵活性不足。后来为了提高作战威力和军售竞争力，俄罗斯开发了不少新型号的火箭弹和战斗部。而 BM30 诞生没多久，其改进型龙卷风 M 便诞生了。从外表上看呢，两者并无太大差别，区别主要是在弹药射程和战斗部类型上。BM30 的各型弹药射程为70公里。M 型的弹药由于换装了新型火箭发动机，其射程提高到了90公里。如果配发先进的增程制导火箭炮的话，极限射程能够达到120公里。此外，还改进了弹上部分细节设计，进一步提高了射击精准性，减少火力准备时间。目前 M 型最常用的火箭弹是 9M55K 子母弹。该弹主要用于打击人员和轻型装甲车辆等软目标，其战斗部内含72个75毫米子弹头，配用了触发引信，并有自毁装置，单次齐射就能抛出864枚子弹药。另外，为了提高面积杀伤能力 ，M 型配属了2种云爆式战斗部火箭弹，分别是 9M55S 和 9MM55S1。用于杀伤暴露和隐蔽于防御工事中的人员、轻装甲目标。综上所述 ，BM30 龙卷风的初级版本呢，由于应用的是惯性制导，精度只达100米级，直到后期改进型才安装了卫星制导模式，还是由俄罗斯的格罗纳斯与美国的 GPS 双卫星制导。不过呢，在现今的俄乌战场上，由于美国关闭了对俄军的 GPS 服务，使得俄军只能使用自家的格罗纳斯卫星系统。该系统因为年久失修，可靠性变得非常差，导致 BM30 的制导模式约等于没有。此外 ，BM30 的另一个缺点也很大，早期型号只能手动观测瞄准，虽然后期改型配置了四仰龙指挥控制车，并且开发出了与 M270 类似的 TF 火力控制分发系统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化作战能力，但是与 M270、M142 火控系统相比，两者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。还有就是 BM30 的装填速度太慢了，在高强度的战争条件下就成了致命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么说完火力方面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两款火箭炮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。首先，乌军在得到 M142 海马斯之后呢，第一个重大战果便是在赫尔松前线击毁了俄军的一处指挥所，造成了俄军第22集团军参谋长在内的数十名俄军军官死亡。紧接着，俄军又有多处指挥所受到了 M142 的精准打击，先后有数十位俄军重要军官命丧在 M142 海马斯的炮口之下。另外呢，2022年10月份的时候，乌军炮兵司令部向外公开了一段视频，内容中显示，海马斯在短短1分钟内就全歼了俄军一个火炮纵队，这里面包含3枚 2S1 康乃馨自行榴弹炮、3门 BM27 飓风火箭炮以及12门 BM21 冰雹火箭炮。在画面中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虽然俄军期间一直在驾驶车辆尽力躲避，甚至还往树林里藏，但是最终呢，海马斯还是精确命中了目标，一瞬间就将冰雹和飓风给炸成了残骸。此外呢，除了对俄军指挥部和炮兵阵地的打击之外 ，M142 还对俄军的弹药库进行了精准炮击。此前仅仅是1周时间，就摧毁了俄军至少30处弹药库，造成了俄军巨大的物资和人员损失。这主要是依赖于 M142 的远射程和高精度性能。大家要知道，师旅级的指挥部以及弹药库一般安置的位置都是距离前线部队约50-60公里的地方，如果距离再远的话，那就会造成联络运输都不方便的问题。而这个距离呢，恰好就是 M142 的有效射程之内。而且说火炮对射啊，俄军普遍的152毫米榴弹炮射程在20公里左右，就算是使用了最先进的增程炮弹，射程也不过40公里。而 BM30 的射程倒是能够达到90公里。目前最先进的改进型号龙卷风 S， 或者是给老型号配发先进的增程制导火箭炮，极限射程能够达到120公里，比之 M142 要远了40公里了。但是在弹药的精度以及再装填方面呢， BM30 是远不如海马斯的。上面咱们也说了，
M142打完一轮重新装填只需要5分钟，而 BM30再装填时间呢则需要20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在实战使用当中，如果龙卷风不能在第一轮摧毁海马斯，那么还没等它再次装填准备第2轮攻击，就会遭到 M142至少4轮的饱和式攻击。所以在炮战方面呢 ，M142对阵俄军的榴弹炮、火箭炮都有着很大的优势。总结来说，结合现今的战场表现 ，M142的战果是要远远高于俄军的 BM30的。虽然后者的射程远超 M142，但精度却成了它最大的弱点，这也就导致了俄军炮兵阵地经常被乌军点名。对此，俄军是毫无办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之后大兵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